要么读书，要么旅行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。我是付小米，爱运动，爱旅行，爱读书。我在青春校外的时候谈过一次网恋，对方是同学介绍的，是他游戏里的朋友。我们俩都没有见过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发展。那时候还没有微信，我们在 QQ 里互道晚安，帮各自的宠物喂食。除了没见过面，我们俨然像情侣一样，在电脑的两端相处着。有一年的暑假，他邀请我去他的城市玩，我娇羞地拒绝了，因为当时的我有点婴儿肥，几个青春痘顽固地长在我的脸上，我实在没有自信去把这段网恋奔现，所以我告诉他，等我减2个月肥，瘦下来我就去。他执意要见我，说了很多动人的话，甚至说要攒钱给我买车票。当时的我比较自卑，只想让自己变得好看一点再去见面。我默默地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， 等我瘦10斤就去见他。然而还没有等我的目标实现，就听同学说这个男孩误入了传销系统。当时他极力要求我去他的城市，是想发展我做下线。这是迄今为止危险离我比较近的一次，现在想想都觉得后怕。要是我当时一旦动摇，答应了去他的城市看他，很可能会成为传销分子的掌中之物。而今差不多10年过去了，在众多新闻和报道的提醒下，我以为现在的女孩子应该有了很高的保护意识，但没有想到仍然有很多女孩子轻易相信了网络那端的恋人，误入了网恋的陷阱，从此一生都万劫不复。曾经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女生就在网上分享了一段差点被拐卖的经历。女生家境不错，父母把她送到国外留学。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她在游戏里认识了一个男生。从朋友圈的动态得知，男生也是一名留英学生，家庭条件似乎不错。聊过一段时间，两人顺利发展成恋人关系。见面之后，顺理成章去了酒店。但当男生得知这是女人的第一次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并告诉她要把最珍贵的第一次留给结婚的时候。女生大为感动，现在像这样的男孩已经不多了。就这样，两个人再也没有做过逾矩的事。男生还邀请女生去东欧国家玩，女生答应了。女生在酒店的床上躺着睡觉，朦朦胧胧中听到了一声相机拍摄的声音，是男生在偷拍自己。她有点恼火，但男生却笑嘻嘻地说，因为她的睡姿太可爱了，忍不住要拍摄下来。女生去洗澡的时候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她留了一个心眼，故意把水声放得哗啦哗啦响，偷偷观察男生在外面干什么。她发现男生的电脑界面打开着，停在了一个黑漆漆的网站上，而网站上的照片正是自己那张比较暴露的照片。她整个人都慌了，但很快她冷静下来，想到了一个自救的办法。她要酒店服务员送点东西来吃。就在男生去拿东西的时候，她迅速把他推了出去，并锁上门。这时她才发现男生在网站上正在跟别人做交易，而交易的物品正是他自己，上面写着身体健康 C 女，没有不良嗜好，无论是用来做性奴还是移植器官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整个人卖15万欧元，散卖心脏、肾脏等，交易地点正是他们即将要去的东欧国家。原来这个男生并不是在英国的留学生，而是一个人口贩卖组织的成员。在遇上这名女生之前，他已经将2名少女送往了东欧。他惯常用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长相优势，在网络的世界里跟人恋爱，然后见面，再以旅游的名义送往东欧。
一旦女生跟他去了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或者是被杀害，把器官拿回来贩卖，或者成为某一个黑暗组织的性奴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。人性的恶，我们永远无法估量。如果这位女生没有那么高的警惕心，毫无疑问，她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而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她消失在了哪里。这个男生的做法是现在正热的网络人贩子在拐卖女性时的常用招数。在网上打着恋爱的幌子跟女生聊天，骗取女生的信任。他们先会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相亲网站上好好装扮自己，贴上外形帅气的照片，一下子就能吸引不少女孩的注意。但实际上这些资料都是假的，甚至连照片都不是本人。第二步就是你们互相好友了。在网络那端的他似乎很懂你的心思，也很关心你，对你嘘寒问暖，让你渐渐一起想他，就觉得很温暖。于是你们相约着要见一面，把这段网上的恋情发展为现实。但这时候你已经完全落入了他的圈套。一旦女生答应出来见面，就掉入了他们的陷阱。他们会串通一些其他的犯罪分子，组成一个团伙，然后将女生抓起来，卖到山区或者偏远地区。光鲜亮丽的女生就成了山区光棍的媳妇儿。或者他们会将女生的身体当成商品流入黑市，割下他们身体的某一个器官，成为器官贩卖组织的一件货物。他会受尽折磨，殴打、虐待、强奸都会在他身上发生。女生这辈子都会了。或许你觉得我这是在危言耸听，但事实是这个世界的恶意永远没有边际，我们想象不到，所以只能万事小心。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发生在国外。2010年，四川营山县一名叫小花的少女跟朋友到深圳打工。她喜欢去网吧上网，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名叫侯勇的男孩子。网络里侯勇很热情，能说会道，这让涉世未深的小花很快就陷入了情网。两个人在虚拟的世界谈起了恋爱。谈了大半年之后，侯勇提出要小花跟他一起去九寨沟旅行，为他们的恋情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小花同意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一去，侯勇就控制住了他，没收了他的手机和现金，关在一个屋子里，不让他出去。小花成了他发泄欲望的工具，过着像性奴一样的生活，限制了人身自由，不听话就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可怜的少女以为自己在网上找到了真爱，却没有想到被人贩子折磨得生不如死。一天，门被打开了，小花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。她以为侯勇良心发现，要放她出去，没想到侯勇将她打晕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外面是连绵不断的大山，眼前是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。他告诉小花，你是我买来的。小花顿时眼前一黑，觉得自己此生无望了。原来侯勇将他以13800元的低价卖给了这名男子。小花从此被扔在了大山里，过上了安无天日的生活。她被锁在家中，被强行和丈夫发生关系。她想死，可是连死都没有自由。1个多月之后，小花趁婆婆看管没那么严时，找路人接了一部电话，联系上了家人，这才得以解放。一搜网络人贩子的新闻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安全。那些网络人贩子并不是单兵作战，他们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团伙，分工明确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还会角色扮演。一旦女生发现自己被骗，大声呼救的时候，他们会骂骂咧咧地说，别在大马路吵了，要吵架回家吵去。然后团伙中的女人就在劝你，是啊，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别闹了，先回家之类的话。路人一听，
觉得这是一家人闹矛盾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于是女孩就在绝望之中被人贩子带上了车，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曾经有一个视频大概还原了人贩子的惯用伎俩，看完这个视频，我真的觉得后背发凉。人贩子的招数真是层出不穷，你跳出了一个圈套，没想到却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怕的陷阱等着你。一旦掉以轻心，付出的代价就是一辈子，无比惨重。知乎上有个话题，女生要是被拐卖到大山深处，怎么才能逃出？这引起大家的广泛热议，但几乎5000多条评论都在诉说这一个事实：机会渺茫。如果说以前的人贩子还只能靠面对面的交流和哄骗来欺骗女孩子，那么现在的人贩子手段更为可怕。他们将目光锁定在各种交友软件和征婚网站上，以恋爱的名义约女孩子出来。一旦有女孩上钩，他们总有办法将女孩哄骗得手。全球每年的跨国人口贩卖数量高达80万，其中 80% 的受害者是女性。大山深处，国外的妓院，黑市的地窑，是人贩子们安放女孩的地方。他们会沦为某个老光棍的生育工具，变态者的性奴，或者黑市器官移植活体。每一种结局都让人心惊胆战。他们被毒打，被虐待，被折磨，直到生命走到尽头。所以保护好自己，提高警惕性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女性都应该要有的技能。不要在探探和陌陌这种交友软件上寻找爱情，手机那头是人是鬼你都不清楚，他们很有可能是等待已久的人贩子。加了一个陌生人，不要太相信他的朋友圈，高端的商务活动场所，帅气多金的外表，或许那是他营造出来的假象。如果真的要跟网友线下见面，不妨多带一些朋友，选择一个你自己熟悉的活动场所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主场要由你把控。女孩的一生充满着各种艰险和挑战，如今我们才深深地懂得，每一次出门前父母说的那句注意安全包含了多少深意。一个不小心，或许就是一面天堂，一面地狱。我们无法阻止犯罪的发生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。愿每一个女性都能迎着朝阳奋斗，枕着月光入眠，在安全的太阳底下行走，好好爱自己。我是付小米，今天就陪你到这。